大家，嗨大家，嗨大家，大家，欢迎大家，今天是礼拜。那不知不觉呢，我也从比较懵懂无知、单纯的小大一，变到现在成熟一点、独立一点，然后也要逐渐踏进社会的大三生。那今天呢，和以往的 vlog 比较不一样，我想要坐在这边跟大家聊聊我大一到大三这3年的一些心态上的变化还有成长。之前看《重庆森林》的时候，对里头的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。秋刀鱼会过期，肉酱也会过期，连保鲜纸都会过期。我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。我大一的时候，因为刚从那种升学导向的4中生过来，所以对于大学其实是有很多憧憬跟想象的，想要认识各种不一样的人，结交各种不一样的朋友。是我大一也真的抓紧了各种社交聚会，去认识各种不一样的人，以为会和这些朋友一起度过大学4年，有一个非常精彩热烈的青春。但是随着时间过去，却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会变的。大3甚至大2开始，身旁来来去去的人就越来越多，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追寻着自己的理想。活动认识的朋友，因为活动的结束，也就渐渐散了。原本熟悉的朋友，可能因为各自繁忙而就没有联络。这都说就是校园里面，就是看到一群人一起行动的，就是大一；一个人就是大3、大4嘛。我大3才深刻感受到，这是真的。就是毕竟大家的时间都有限，要互相配合，真的是太麻烦，也太浪费时间了。人生就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就像一台列车啊，就是你们可能因为有缘，所以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，但是毕竟目的地是不同的，所以可能有人就先下了车，但是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总会有人在踏上列车，然后和你再度过一段时光。结果现在反倒觉得，就是与其拥有一大群可能很多，但是又没有到非常熟的那种朋友，其实没什么用啊。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群，就是在难过的时候可以接住你，可以愿意跟你真心交流的朋友，会是更重要的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我们毕业之后都还要可以这样。学习到的第2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主动求知的人，而不是被动接受的人。大学跟高中已经有很明显的不一样了，他不会再像高中一样，就是把知识端到你面前说，哦，这些给你，这些你会需要，然后记住那个必考。就是大学已经不是这样的模式了，它没有所谓的答案，而且很多事情是要靠你自己去思考规划的。你想要达到怎样的高度，你想拥有怎样的能力、见识、视野，都是你自己要去找资源，然后慢慢提升的，已经是你要为你自己人生负责的阶段了。像是我自己在暑假的时候有去日本旅游嘛，然后其实我已经去蛮多次了，然后我也感受到，其实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，也很想要再多了解一点点。刚好又因为其实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其实英文都没有很好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如果其实我会日文，是不是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项？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去找一些学习的资源啊，然后也去看动漫、看日本影剧，甚至是去有声书啊、听日文等等，让自己完全沉浸在日语的环境里面。那我最近常用的 app 是这个喜马拉雅，它里面呢除了有日文、英文的学习资源外，也有很多影剧以及书籍可以收听，像是《甄嬛传》啊、《小王子》、《自卑与超越》、蔡康永的情商课，甚至是《被讨厌的勇气》等等。那因为《被讨厌的勇气》这本书其实一直在我的书单里很久了，然后我这次有机会收听，就觉得这不真的是一本好书，而且非常值得一看。它里面呢就有一小部分在探讨什么原因论、决定论、目的论。以白话文一点来说，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种有人会说，哦，我现在已经不想再谈恋爱，因为我已经受过伤了。遭到背叛了，我真的不再相信爱情了。又或者有人会说，哦，我的性格现在这么烂，是源自于家庭成员的影响。等等，这种过去塑造现在自己的言论，这本书就有提供另一个观点。他认为，其实是你现在因为拥有这个目的，所以你才从过去去找对应的经历，甚至是借口。譬如说，你现在不敢谈恋爱，其实是因为你有一个喜欢的人，但是你不敢告白，而你不敢告白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你，你怕被拒绝，所以你就从过去找借口说，哦，因为我过去被伤害，所以我不想再谈恋爱了等等。但其实你可能只是惧怕。就是人家也不喜欢你这样子而已。那书中就有提到这个观点，我自己是觉得
它会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思考模式，不管你同不同意它的论点，可以让你思考更加的多元。我的确很多时候都认为，就是意义都是自己赋予的。回到这个 app， 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学因为都是跑堂的嘛，然后有时候就会插个开会啊，然后插个什么莫名其妙的聚会啊等等，所以时间其实变得很零散。所以呢，山不转路转，我现在就很依靠有声书，在我零碎的时候能够为我补充一点知识，或是能够在我静不下心来翻书的时候，可以听书的方式看想看的书。那我也有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的粉丝优惠，就是大家只要去我资讯栏下面的链接，然后去注册，就可以享有14天的试用期。然后其中呢，如果觉得这个 app 不适合你也没关系，就取消就好了，就是一切都不用有压力。接下来到了第3个课题，就是要懂得选择取舍，并且会懂得好好处理自己的情绪。本身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，就是看到各种活动啊，或者是一些竞赛，我就会想要去参加，去试试看，去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但是有时候就会变成太忙的状态，然后搞得自己压力很大，然后很常焦虑，或身体也没有很好这样子。我还记得，就是我10月底、11月初那时候，就是整个事情全部一次都来，就是包含就是我11月有7个报告，然后还有期中考的事情，有社团的事情，有校园大使的事情，还有一些比赛的事情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一次来，然后我就已经感受到，就是我11月会很忙，已经完全没有空隙的那种状况，就有一点觉得我自己快要喘不过气了。记得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妈，就是想说，就是闲话家常一下，说不定心情就会好一点。结果就是因为那时候亲戚我阿嬷也有来我家，所以那时候我打给我妈说，你要不要跟阿嬷讲电话？然后我阿嬷就接起来，然后我妈就说，你什么时候要回来？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很想你呢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最近比较忙，可能要等12月吧，这样子。然后我妈就说，就是你累了也要记得休息啦。然后我就是挂完电话，然后我就整个大破防，就是事情只要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问自己，就是我到底在忙什么？我在追求什么？然后我追求的意义又是什么？那如果我是因为想要追求更好的自己，然后把现在的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、这么不开心，这样是值得的吗？那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，就是我看到身边很多政大、台大的朋友，也都是把自己塞得很满很满，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就觉得好像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成为更厉害的自己，就是要把自己塞得这么满。那这些压力呢，也都是通往某一条路上面的必经过程。那其实就是我也还没有一个答案，是我真的抗压性太弱，还是我真的把自己搞太忙，还是就是所有大学生都要经历过，就是我还没有一个答案。但是我学到的是，就是一定要好好的选择跟取舍，去评估哪一些选择是你真正想要、你喜欢的，而不是就是因为别人都想做，所以自己才跟着做那一种。这样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。同时，当你今天承受这么大压力的时候，你要如何去释放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像是刚刚我说那个大崩溃，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抽离，就是抽离那些永远完成不完的待办事项，然后去外面看一看。那时候刚好台北有白昼之夜的活动，然后我就去那边，因为我也没有参加过，我去那边看一看，然后就觉得那一天的空气真的很舒服。然后他们有一个活动是就是会播放音乐，然后就是有人在那边跳舞的，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就是很开心跳舞的人们，然后我不知道，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不好的事情都烟消云散了，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又可以面对这一切，就是好好的慢慢的处理这件事情，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我觉得就是要适时的放慢脚步，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同时呢，可能可以去观察周遭微小但却美好的东西，都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加稳定，然后慢慢的追求更好的自己，这样子。那最后一个题目呢，就是我觉得大学或是青春都只有一次，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，就勇敢去做吧，就是不要留任何遗憾。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差不多到这边。坦白说，我已经很少坐下来这样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。坦白说，我自己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紧张跟害怕，因为其实，在大学做社群媒体，我觉得多少会被人家用比较不一样的眼光去检视，那其中当然会受到一些批评指教，我觉得都是合理的。但是，
我觉得就会有一点却步。那我还要分享就是这种比较心里的想法吗？对，所以这次录影对我来说其实算是有一点紧张的，但就还是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。然后对于刚刚有提到喜马拉雅那个 app， 我非常建议大家都可以去注册看看，善用各种零碎时间，好让自己多一点不一样的知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